你放屁！袁飞雪当年是因为我父亲的偏心，才会有如此成就。就算他现在活过来，我也不惧。是吗？那他如果真的活了，你当真不惧他吗？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滚一边去！清洁工？那我今天就以清洁工的身份挑战你们全部，就比这生死见证，你们敢吗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给我吧。苏黎，你疯了！相信我，今天我要让这群自以为是的男人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区区诸神剑阵何须28剑，一剑即可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游龙。快看，剑神也出现了陈秘技九星连环了！九星连环，惊鸿！天哪！九剑归一，神了，神了！我宣布，本次射箭世界冠军的获得者就是大夏剑神袁飞雪。太棒了！我们大夏有剑神在，剑道永不凋零啊！那如果剑神倒下了呢？呸！有人给我下毒！苏黎，醒醒，醒醒啊！我不是被毒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2025年，20年后，我这是重生到了一个叫苏玲的人身上。我不练了，我要退出健身队，我也退出。10年了，每年都输得像狗一样，这屈辱我受够了。都闭嘴！你们说出这样的话，对得起健身队3个字吗？凌云姐，我们也不想这样呀。可自从健身死后，健身队屡战屡败，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支女子电队了。不，我们还有希望。只要你们苦练老馆长留下的剑道障碍关，就一定会赢的。凌云姐，这道剑道障碍关太难了，我们实在做不到呀。对不起，凌云姐。10年后的大夏剑道竟如此艰难吗？好，你们都这个态度是吧？既然这样，剑神队3个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现在就去拆了这块牌匾。哎，凌云姐，这道剑关很难吗？这质量也太差了吧！哎，那是我的弓，你一个清洁工居然敢破坏我的弓！算了，都要解散了，这弓断了就断了吧。呀，都在呢。王涛，你这个叛徒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出去！小师妹，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的。
是他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剑道协会认证的挑战权。按照当年剑神立下的规矩，今天我们过来踢馆，你们要是输了，就得乖乖把剑神馆让出来。你无耻！当初的我实在是太狂妄了，居然立下这样的规矩。不过也好，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块儿算。我劝你们还是别硬撑了。现在剑神队就剩你们几个娘们了，能成什么气候？剑道是男人的游戏，你们女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家照顾孩子，伺候男人吧。女人怎么了？想当年剑神也是女人，反倒是剑神陨落后，你们这些男人一个一个跑得比……我是谁？说出来吓死！装什么呢？你个清洁工也敢出来指手画脚？你们剑神队还真是人才济济啊！不废话了，是你们自己把牌匾摘下，还是我来帮你们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这里。臭娘的，你个扫地的我还给你脸了是吧？做啥？你不是说要比试吗？我答应你。怎么比？很简单，就比闯三关。什么？闯三关？闯三关可是剑道中你是最难的，搞不好第三关会死人的。你们是在害人吗？闯三关对于你们这群娘们来说呢，当然很难，但对我们战神队来说，那就是小菜一碟。王涛，给他们打个样，千万别让别人说我们欺负女人。得嘞，小爷我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。看清楚了，三关第一剑，重剑无锋。哼，这几个叛徒的水平几斤几两，我们可太清楚了。他肯定射不进去，等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。三关第一剑，重剑无锋。规则为用一支没有箭头的箭，以最大力度同时动传7个箭靶，包围错误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，献丑了。你肯定作弊了！你才离开剑神队不到半年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长进啊？那是因为你们剑神队垃圾，成天都练着什么破玩意。莹莹，别说了，让我来。王涛，真带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了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。到底谁才是垃圾？桂姐加油！重剑无锋，放放！赢了，桂姐好棒！看见了吗？我霍雨姐的剑都插进墙里了。这才是真正的重剑无锋！你们这几个垃圾，学着点吧！你得意什么？现在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还有2场。不错，真正的碾压正式开始。张玉，你来，好好给他们点教训。好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你们。一共4只菜鸡，这一局你们哪只菜鸡上啊？混蛋！我来和你比。慢着，莹莹，别冲动，你不是他对手。谁是菜鸟？比了才知道。这一局我跟你比。不愧是队长，有些胆色。不过一会儿你要是输了，别哭鼻子哦。少废话！你到底还比不比了？行，既然你这么着急想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看好了，三关第2剑，万剑归宗。规则在数百枚花瓣落地之前，挑出红色，并将其射中，以射中数量多少定输赢。又是你这清洁工，怎么着？你们剑神队是真没人啊？你们要是输不起啊，
就直接认输呗，找个清洁工来背锅。这还是当年的健神队吗？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你们连一个清洁工都比不过。小林，别冲动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苏林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林队长，想好了没有？要不你们还是认输吧，免得一会儿输了，我们还要过去扶你们。我们健神队的字典里没有认输2个字。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万剑归宗。你们不会以为你们真的赢了吧？你们要不要再仔细看看剑法呀？对呀，数量是够了，可是颜色不对呀，怎么还多出2片呀？什么万剑归宗啊？我看就是大杂烩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林队长，你输了。输了又怎么样？还有第3局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早就说过，剑道是属于男人的游戏。男人的游戏？可我怎么记得你也是剑神这个女人的手下败将呢？袁飞雪那个贱人已经死了，给我闭嘴！死了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活着，她永远活在我们这群女剑手的心中。没错，我们还活着。难不成你们想比第3剑？当然，这是比赛，当然要比完。既然你想比，那我就准许。签了生死状，第3关生死各由天命。生死状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来人，上诸神阵！看来我不在的这时，剑道发生了很多事儿，居然出现如此残忍的比赛方式。 30件机会，谁先射中靶心，就算谁赢。念在你们是女人的份上，这一局你们先。果然不要脸，明明是自己怕死，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怎么怕了？怕就赶紧认输，然后从这里场馆滚出去！闭嘴！这一届我和你比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行了，苏林，这都生死存亡的时候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开始吧。这诸神阵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每一颗球体都是由特殊材料组成，任何物体触碰到都会原路加速返回。我看你们还是放弃吧。做梦！剑神队可以战败，但绝不认输。这一次我来。我们不比了，认输。什么？认输？认输晚了，生死状已签，第3局必须比完。不比了，健身馆送给你们。不可以，队长，健身馆不能给他们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不是冲着健身馆来的，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他们要毁掉大家最后一支女子射箭队。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因为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活在剑神这个女人的阴影下。他们毁不掉剑神的成就，就想毁掉剑神的舰队。你放屁！袁飞雪当年是因为我父亲的偏心，才会有如此成就。就算他现在活过来，我也不惧。是吗？那他如果真的活了，你当真不惧他吗？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滚一边去！清洁工？那我今天就以清洁工的身份挑战你们全部，就
比这生死剑阵，你们敢吗？苏丽不可，你不会射箭，这会出人命的。凌云姐，放心吧，这么多年我在剑馆耳濡目染，也学会了不少射击和剑术。现在你们都受伤了，为了剑神馆，这次让我来。不行，只要我们还在，就轮不到你上。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元，这一剑我和你，但是我有一个赌注。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拿什么跟我家赌注？用我的命，怎么样？你敢吗？哼，你的命很好，我正好想弄死你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赌？很简单，如果我解了这诸神剑阵，你们不但要滚出去，还要在剑神馆面前磕100个头，然后告诉大家剑神当年真正的死亡原因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告知世人，当年是你下毒害死了剑神。你放屁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愧是袁家人，够忠。队长，给我吧。苏黎，你疯了！相信我，今天我要让这群自以为是的男人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慢着，话先说清楚，若诸神阵没解，这28箭必须全部收了。不可，会把人射成马蜂窝的，不死也会重伤。你快退下！区诸神剑阵何须28箭，一箭即可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游龙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现在请你履行你的承诺，跪下磕头，然后告诉大家袁飞雪当年的死因。哼，你们就是运气好，侥幸赢了我们，想要我们跟一群娘们下跪，做梦去吧！你们袁家在剑道界好歹也算举足轻重的大家族，如果今日我把你出尔反尔的事情捅出去，就不怕你们袁家在剑道界没法混下去吗？剑道以诚信当头，谁若违背，定当受到整个剑道圈的打压，这可是整个剑道圈公认的规矩。你难道想挑战这个规矩吗？少跟他们废话，我现在就曝光他们。慢着！好，我跪。元哥，这别废话，都给我跪下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可向一群娘们下跪？是他，爸，这群娘们可作弊赢了我，现在又逼我们下跪，你给我们做主啊！没用的废物，连一群女人都对付不了。爸，是他们使诈！哼，回头再给你算账。你们跪下，给我儿道歉。袁家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们靠着作弊胜出，不仅侮辱了剑道，还逼我儿下跪，难道不该道歉吗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作弊了？明明就是他输了，不信守承诺。难道你作为剑道老前辈，也不守规矩吗？规矩？跟你们这群女人，你要讲规矩吗？没想到这种话竟然从你袁家主的嘴里说出来，就不怕我们把今日之事捅出去吗？就是，到时候让你们袁家颜面扫地。哼，真是想不到，袁飞雪剑神那么好的人，居然有你这种垃圾父亲！住口！你在我面前提那个贱人，那就是我袁家的耻辱。袁家主，我想问你一句。袁飞雪当年到底哪里给你丢脸了？他在剑道界取得如此成就，怎么就成了袁家的耻辱？那又怎么样？谁让她是个女人？如果不是她，剑神就是我儿子袁恩。难道袁飞雪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她本应该好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平平淡淡的长大，然后找个人嫁了。可她偏偏要学人家研究什么剑道，像这样不守妇道的贱人，难道不是耻辱吗？一派胡言！是谁规定女人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？在你觉得只有儿子才能优秀，那为什么当年的剑神是袁飞雪，而不是他袁恩？给我住口！一个小小的清洁工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？
我知道了，因为你的儿子他就是个废物，他这一辈子都当不了剑神。哎呀，东西，你给我住口！怎么，戳到你痛处了？还有，当年剑神意外中毒死亡，难道是你下的毒？一派胡言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你害怕被我说中了是吗？混账！你找死！你小心！一剑乾坤一剑天，青火！我让你！恩哥，我老婆快生了，我先撤了。我等你个肺呀！我做你生癌症冇屁眼啊！耶，我们赢了！陆林姐好样的，射死这群普信男！小林，你太棒了！剑不是你乱杀无辜的武器，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滚出这个圈子。你刚才用的是青鸾13剑，这是我袁家的剑法，你是什么时候偷学的？袁家的剑法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这青鸾13剑是袁飞雪所唱，是属于袁飞雪的。笑话，袁飞雪不是袁家的吗？是吗？那你去问一下袁家主，当年是怎么把袁飞雪赶出袁家，又是怎么亲手逼死的袁飞雪亲生母亲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对我袁家的事情这么清楚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剑神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吗？你别血口喷人了，就是那个贱人仇敌太多了，才会被人下毒害死，跟我们袁家什么关系啊？有没有关系？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，就是你们袁家的覆灭之日。今天算我栽了，这件事我们没完。这剑神馆我袁家要定了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想走可以，他先给我跪下！你他妈有完没完啊？还想让我给你下跪？怎么可能啊？不跪也可以。哼，臭娘们！你如果躲得过我这一剑，你就走。放肆！你想干什么？愿赌服输，我数3个数，1、2。慢着！让他走，这东西给你们。锦标赛邀请函？没错，你们剑神馆已经连续3年没有参赛资格了吧？用这邀请函换他离开，你们值得。区区邀请函，我们不在乎。苏玲姐，我们需要这个邀请函，要不还是放他走吧。罢了，你们走吧。走。臭娘们，这是没完！想不到我们剑神队如今却沦落到如此地步，参加比赛还要受人恩惠。说这些没用，要想扬眉吐气，必须得用成绩说话。还有3天就是锦标赛的开赛日了，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比赛的事情吧。按照规则，参赛队伍人数必须4个人以上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，加上我，不就是4个人了吗？我们也很想让你参加比赛，但是参赛者必须要有剑道协会颁发的资格证才行。没错，此证非常难考，就连今日被誉为剑神传人的小李广花荣，他也花了2周的时间。可是现在我们只有3天了。小李广花荣，这不是当初跟在我后边，天天吵着要拜我为师的小屁孩吗？1天之内，我拿证回来见你们。老师，这是我们资料啊。哟，女的来这干什么？美女，你也来考证啊？我看一女的舞刀弄剑不合适吧？去跟哥哥玩会儿。滚开！你好，我要报名。去，一边去！女的考什么剑道证？谁规定了女的不能考证？怎么，你这是在质疑我？考场的规矩我说了算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不过你要是懂规矩的话，嘿嘿，也不是不行。有病吧你老流氓！给我道歉！
哎呀，我去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还想不想参加考试啊？我再说一遍，给我道歉！哟，这不是苏林吗？几年没见，怎么这么装了？人家吴考官摸你一下怎么了？还以为自己是贞洁圣女呢。这就是这具身体的那个渣男前男友。你疯了？打我干什么？因为你嘴贱，欠打。靠！一个老子玩过的死3-8还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如果再嘴贱的话，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张少，这个就是你之前说那个天天追着你舔的前女友啊？哼，老子当时看她可怜，才陪她玩了一阵儿。真是一副让人恶心的嘴脸啊！当初可是你像狗一样黏着我，后来被我甩了，就在外面造谣我、污蔑我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你放屁！明明是老子甩的你。跳梁小丑不敢承认了，难道还要我把你脱光衣服跪在我宿舍楼下求我复合的事情告诉大家4-3-8，吗？你闭嘴！你敢动手，就废了他。好，算你狠，今天先放过你，我倒要看看这考试你怎么过。奉劝你一句，对女生说话要记得口下积德，不然什么时候断子绝孙了都不知道。报名，登记。好，我马上登记。好，苏小姐，您可以参加考试了。为什么？射箭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不是箭射在箭靶上就可以了。郑兵，给他演示一遍。好，那我就发善心，给你演示一遍，你看好了。考生郑斌分值超过8分，通过。准！哇塞，看到没？这才叫剑道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就这3脚猫的功夫也敢拿出来丢人啊！3脚猫，你怕是没什么见识吧？8分足以在今年拿前3的成绩了。以你的实力，我看最多也就2分吧。是吗？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我能拿多少分？赌就赌，要是你能拿到8分以上，就算我输；要是你输了，就穿上比基尼，跟我们跳个钢管舞。可以呀，赌啊，小美女，这必须得赌啊！咱们大伙儿都知道，这张少的剑术啊，是输了名的弱呀。你就算啊是蒙着眼睛跟他比，你都能赢。对，我坐镇。张少的剑术啊，也是有多差有多差，你绝对能赢。一群无知的流氓！如果我真赢了怎么办呀？要是你真赢了，那我们就所有人给你跪下道歉。好，不过不是8分，我要赌的是拿满分。如果我赢了，就让我废了。你能拿满分？别开玩笑了！满分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你可知道，能拿满分的只有1人，那就是当年的剑神袁飞雪。难不成你是剑神转世啊？我就是剑神转世，你敢不敢赌？好一个剑神转世！我跟你赌，要是你赢了，我自己动手；要是你输了，你就把自己扒了，给大家伙看个遍。这个提议好啊，张少，这个提议好。等着吧，老子让这死3-8心服口服。第一剑断青丝，哇，这个剑法好啊！第二剑乾坤串，你又射中了，好，真准。第三剑百步穿杨，好，太牛了！8.9分，我靠，这可是近5年来最好的成绩了。怎么样，剑神转世，
对我刚才的剑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认为很垃圾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张少，别冲动，这女人啊，就是嘴皮子功夫厉害，咱们不用跟她一般计较啊。就是，我看这个苏大小姐，也就是嘴上功夫了得。不行，你让大家伙见识见识。那既然你们都这么无耻了，那如果待会儿我赢了，我就挨个射你箭。好啊，你只要能拿满分，你别说射我一箭，你就是把我射成马蜂窝都行啊。对，如果你待会儿能赢的话，我们让你随便射。但是你要是赢不了的话，那就得让我们射了。一群无知的登徒子，你们给我看好了！惊鸿，回风，破空。啊！满分，真的是满分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幻觉！怎么可能会有人射出如此精妙的剑法？你一定是作弊了！自从8年前剑道考试出新规以来，最好的成绩也就是花荣会长射出的9.9分。你怎么可能会达到满分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事实就是如此，他就是满分。花会长，苏小姐你好，我叫花荣，是剑道协会的轮值主席。刚刚你的表现我在监控上都看到了，很棒。没想到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那个鼻涕虫，竟然长这么大了。没想到你长大之后还挺帅啊！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花会长，既然你看到了监控，想必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吧？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履行赌约；第二，退出剑道。苏小姐，都怪我刚刚有眼不识泰山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我真的很热爱剑道，我不能退出啊！我错了，我真是错了。苏小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不想退出剑道。我们真的知错了。你们真的很热爱剑道吗？是，很热爱，很热爱。好，那你们就站成一排。苏小姐，这件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做人当以诚信为本，连人都做不好，还学什么剑啊？该怎么做，你们自己选。这个证老子不考了。苏林是吧？你给我记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自己关。怎么，你还不走？我张鑫从小热衷于剑道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为剑道生，为剑道死。今天我是绝对不会退出剑道的，哪怕是死。动手吧，想让我张鑫退出剑道，做梦！苏小姐，考生是签了生死状，但张鑫是年轻一代中不可多得的好苗子，所以还请你手下留情，至少给他留条性命吧。花会长，不用替我求情了，我张鑫堂堂男子汉，顶天立地，是绝对不会屈服给一个女人的。这是你自找的。记住，你脸上的这道疤是我留的，希望你能学会尊重女人。什么？最快也要2周才能拿证？我今天一天全部一次性都考完不行吗？抱歉，苏小姐，剑道资格证的考试科目繁多，而且很多科目都是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去做调整的。不过以苏小姐的实力，要不了2周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
锦标赛3天后就要开始了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这件事儿我也无能为力。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想要一天拿证的办法也不是没有。你是说幽冥玉吗？这也算办法吗？等于没说啊。说的也是，幽冥域是剑道禁地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开放过了。幽冥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剑魔吗？以前听说过，传闻此人的剑术已经到了神魔俱灭的地步。那如果通过幽冥域，是不是可以立刻拿证？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，不过不大可能。我要挑战幽冥域。苏小姐三思，在这之前，幽冥域一共进去过3个人，到现在没一个出来的。苏小姐，如果你只是为了锦标赛就要拿性命去赌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很没有必要呀。如果是为了比赛，当然没必要。但是我的朋友现在需要我，这很有必要。花会长，麻烦你了，我先回去准备一下。花会长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感觉他身上的味道很熟悉。什么味道？香水吗？是袁飞雪的味道。苏小姐，你记住，剑魔的实力远比传说中的还要强，并且他从来都不会留手，一旦踏入这个门，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了。晚辈苏林特来拜访，还请前辈赐教。剑魔招招狠毒，毫不留情。但是剑不是乱杀无辜的武器。错，乱杀无辜的不是剑，而是人。难道你忘了上一世是怎么死的了吗？剑神袁飞雪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袁飞雪？我知道的事儿还有很多。其实我在这里就是专门为了等你，因为我知道剑神一定还会回来的。等我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前辈，还请赐教。现在知道叫前辈了，不过暂时我还不能告诉你。那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告诉我？很简单，给你9剑的机会，射灭我面前的蜡。可是这样会伤到你的。在这世界上，还没有一支羽箭能伤我分毫。那就请前辈赐教。青鸾13剑，9星连出，迎击！魔神在身，杀！落！为何不躲？因为我要赢你。如果连命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赢？那可未必。抱歉，前辈，我刚刚只射了8箭，还偷偷藏了1箭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没想到你已经练成了炼气成剑的境界，有勇有谋，了不起！前辈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上一世被毒杀的真相了吗？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你耍我！我如果是为了耍你，又何必在这里等你5年呢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真相我也不知道，但
你知道？我知道。没错，你自创的青鸾13剑独步天下，几乎无解。不过仍有一处漏洞。什么漏洞？这个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呐。等你什么时候悟出了第14剑，那天就是你的剑术大成之日，同时所有的谜底也将全部揭晓。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使命，那就留给苏玲去完成吧。前辈，前辈，14剑。唉，会长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里等下去没什么意义。唉，早知道不让他进去了。我们大夏剑道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天才了。他已经很不错了，从踏进幽冥域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赢了。可惜，天妒英才啊！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除了剑魔自己，整个天下没人能活着从幽冥域出来。鼻涕虫，我现在可以拿证了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秘书，快给他颁布最高等级的证书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鼻涕虫啊！你小时候鼻涕可是一直没有停过。不可能啊！只有一个人这么叫过我。你究竟是谁？等我做完我该做的事情，你会知道的。我先走了，赛场见。难道他没死？下面有请剑神队出场。呀，我们的剑神队还在呢！哎呀，好几年没见了，我以为倒闭了呢。喂，3个美女，日裙子好短，哥哥好喜欢。哎，这群王八蛋！咦，沉住气，我们是来比赛的。3位美女，女子剑队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比赛了，你们是怎么想到来参加射箭比赛的？众所周知，女子不太适合射箭这个项目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因为我们曾经的会长剑神袁飞雪当年一人一功名扬天下，凭借一己之力让沉寂多年的大夏剑道重新复苏。然而自从他陨落过后，大夏剑道每况愈下。作为剑神队员，我们应该站出来了。听你这话是觉得我们男射手不行了？听你这话是觉得我们男射手不行了？错，射箭运动从来没有男女之别，反倒是你们口口声声看不起我们女生，可你们却忘了，当初是袁飞雪这个女人拯救了大夏剑道。她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？连续5年的冠军，你竟然敢说是运气？有本事你也拿过冠军试试。好你个伶牙俐嘴的臭3八，看来怎么让你哭？等会儿让谁哭还不一定呢。你们现在只有3个人，连参赛资格都没有，你们还是先想想办法把人凑齐了，再来说谁哭的事。我们请的外援呢？他不是说早到了吗？人呢？算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这比赛都快开始了。昨天跟几个娘们喝多了点。什么？你明知道今天要比赛，干嘛还出去喝酒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神经病吗你？合同只规定了我给你们比赛，可没说不能喝酒啊。你行了，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，好好比赛吧。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出场次序：李涛第1，慧宇第2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最后一个出场。昨晚喝多了，现在头还疼呢。李涛，这是早就已经制定好的比赛计划，你怎么能临时更改呢？不是你咋呼啥呢？不就是个射箭比赛吗？谁前谁后有区别吗？再说了，我作为你们队内的第1高手啊，那不得让我压轴出场啊？你算了，就按他说的办吧。霍云打头阵，我第2，赢第3。这是我们复出后的第1场比赛，大家一定要竭尽全力。是，队长。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看好了，臭娘们，老子教你什么叫射箭。哇！想不到今天水准这么高，复赛第1场就能8点6分。这个分数放在前边几届，那都是半决赛的水准呢。什么？需要投降吗？哇！这句话该我问你，需要投降吗？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分数？你们一定是在作弊！我能理解你此刻心里的不满，但我还是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，你们输了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请双方选手射出第4箭。你是我们队的压轴，就算是输，也不能输得太难看，尽量给我们找点面子来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有1.8分的巨大领先优势，这一场我们赢定了。有请剑神队下一位参赛选手李涛，稳重点，现在大局已定，只要别出现太大的失误就行。说啥呢？我李涛的水平你还不知道啊？林雨姐，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他到底靠不靠谱啊？看他吃的膀大腰圆的，该不会是个水货吧？他从小就被送到南蚌国学习剑道，前阵子刚回国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一推进，放！不好，不好！队长，你看，我们还没有输！李涛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么点分数，你他妈是故意的吧？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这不是昨晚喝多了吗？我要是状态发挥正常，一箭射哭他们。那我问你，刚刚明明大局已定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高难度的射法去冒险？那我这不想着刚从国外回来表现表现吗？这谁知道会这样吗？我下次注意。下次？你他妈才有下次！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支付你的佣金，我们都把基地管理抵押出去了，你得负责！拜托，合同只规定了我跟你们比赛，可没说一定能赢啊。再说了，你们队里钱除了请我还能请谁啊？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，别闹了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主持人，我们前3轮都是获胜的，虽然总比分落败，但是按照规则，我们还没有完全输，对吧？规则里是有这么一条，你们还能再补射1箭，不过这一箭必须要达到10.5分以上才行，这个可能性几乎为0啊！你们放弃吧，虽然我很佩服你们，但这就是你们的命。不是我贬低你们，按照比赛规则，如果这一届你们不达标，你们会被禁赛3年。林姐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放弃吧。这一箭，我们绝不放弃。莹莹、慧怡姐、玲玲姐、小林，我们什么都别说了，先比赛吧。就这啊？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呢，原来就是个打嘴炮的。从他的搭弓姿势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功十分扎实。刚才如果是他，那我们就输定了。只可惜平射的最高分数也只有9.5分。流星改月，不是。哇！我靠，这射哪去了？会不会把飞机射下来？来了来了，大家快看！哇！他这是把导弹射下来吗？这得赔多少钱呢？等，我今天有点不太方便，我先去趟卫生间，等我回来再庆祝啊！安静，安静！现在我宣布，本次剑神锦标赛初赛阶段晋级者是……慢着，慢着！怪不得我一进赛场就闻到一股馊味儿，原来是几个娘们儿啊！娘们儿怎么了？娘们儿不也晋级了吗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失望？晋级？我要举报他们当中有人没有参赛资格证。按照比赛规矩，不仅要取消他们的成绩，并且禁赛5年。林队长，怎么回事？糟了，忘了小英没证了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可是他已经完成比赛了，是不是我们剑神队只要出示4本证书就算合格？主持人，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他们加上外援，的确可以拿出4本证书，但是刚才射箭的娘们根本就没有证。可是他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比赛，既然他没有资格，又是谁让他进来？谁允许他比赛的？又是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你说是吧，主持人？只要你们凑齐4本证书就行。我靠，你这是在违规！闭嘴！我是主持人，也是裁判，规则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服气，你来啊！你这是公然作弊，我要投诉你！你去投诉啊！组委会会长是我亲戚，赞助方那是我2大爷，去啊！耶！好，
我尊重裁判的意见，但你们得拿出4本证书。这有何难？这才3本呀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出示你的证件啊！看我干嘛？我又不是你们健身队的人，关我屁事啊！李涛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赶紧出示证件。我没闹脾气啊，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健身队的人。可是你已经跟我们签了外援合同了，依照合约，你得配合我们。合同？啊，这个是吧？现在没了。你是违约。对呀，违约金我1分不少赔给你们，但是啊，你们输了比赛，禁赛5年。李涛，刚才是我们说话重了，我们向你道歉，赶紧出示证件。这场比赛对我们很重要。道歉可以啊，诚意呢？你想怎么样？你们3个跪下，从我这钻过去。你混蛋！李涛，你非得要这样吗？少他妈废话！能伺候爷是你们的荣幸，你们啊，把小爷我伺候舒坦了，说不定我这个证就借给你们了。哎，好。队长，林云姐，不要！你是队长，你先来，赶紧的，小爷我等不及了。来，等不及了是吧？啊！哎呦！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王八蛋！想让我操你是吧？别打！别打！何队长，这里可是赛场！好啊，你们竟敢打我！你们完了！这次就算你们脱光，我也不得同意。闭上你的狗嘴！比赛固然重要，但是尊重更重要。希望你能记住这顿打，以后学会尊重女性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不仅无证比赛，还在赛场打人。你们应该知道这会是什么后果。打人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是他有错在先，但是证书这事儿我实在没办法帮你拿。不必了，不就是禁赛5年吗？我们健神队等得起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苏玲姐，我们成绩被取消了，还有禁赛5年。为什么？因为，算了，回去再说吧。等会儿，就算成绩被取消，那也得有个原因吧？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？你个婆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们健神队弄虚作假，难道不应该被禁赛吗？我们弄虚作假，请你们拿出证据。非得老子说明白是吧？你连个资格证都没有的人，还在这里浑水摸鱼，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？谁说我没有资格证？谁说我没有资格证？你一个破清洁工，有个屁证啊！昨天我们刚查阅过，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。你是智障吧？昨天能代表今天吗？哼，海水爷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，你仅凭了1天时间就把证给考成了。对了，难不成你是传说中的考神，东考必过那种？你怎么知道我在1天之内考不了证？笑话！当初花荣会长足足花了2个星期才拿到证，你竟敢说你1天就能拿到证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！小林，快别说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等会儿，你刚才问我算什么东西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啊，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你说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倘若我拿得出来证呢？你要是拿得出证书，我趴在地上直播吃土。你要是真能拿出证书，我袁安随你处置。好，倘若我拿出来证书，那你就跪在地上承认自己是狗东西，喊100遍。你要是拿不出证书，就扒光衣服去裸奔。你一言为定。好，小林，你别冲动。放心，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？今天裁判先生也在场，那就有劳裁判先生替我们主持这场赌约。愿意效劳，放心，等会儿你裸奔的时候，我帮你疏散观众，保证啊不让更多的人看见啊。你这就不必了。这是我的证书，请过目。他真的有证书，他真的有证书。小林姐，你真的只有1天就拿到证书了？你们都在等我，我又怎么会让你们失望？天哪，简直不敢想象！小林，你真的太了不起了！袁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赶紧跪下学狗叫100句！
等会儿，这不对呀，这证书的颜色和我们不一样，假的吧？对，这个证书跟我们不一样，难道是你伪造的？好啊你，居然敢伪造证书！我看你是想终身禁赛了。小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伪造的？我说了不算，你们说了也不算。裁判先生，麻烦您告诉他们，这本证书是真还是假？这证书的材质、上面的防伪以及印章都不像有问题，唯独就是这个款式，我从来都没见过。听见了吧？裁判都没见过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说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你就算是要伪造，你也找本真的去照着做呀，跟个白痴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按照约定，他是不是得去脱光衣服裸奔了？快点儿，兄弟几个都等不及了。是不是要我帮你啊？放心，我会很温柔的。想脱衣服，去脱你妈的吧！你是想违约吗？刚才所有人都听见了，而且还有裁判。你要是违约的话，今天根本不能走出这里。剑道以诚信为尊，倘若今天我输了，我自然会履行诺言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裁判先生回答一下。什么问题？你刚才说这上面的防伪、印章还有材质都找不出来什么问题。确实是这样，但这款式我没见过。你没有见过，不代表没有，所以不能直接判定这本证书就是假的。得了吧，连外壳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你还他妈狡辩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你是人，袁飞雪也是，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你是袁飞雪吧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袁飞雪？哎呀，裁判，我看这个女人啊，指定是疯了，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我建议你还是立刻对她执行措施。裁判先生，如果这本证书是真的，但是你判定为假，那你的职业生涯可就要完了。这裁判先生，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呢，我可以叫组委会执法队过来，一看便知。万万不可！执法队要是来了，就不是终身禁赛这么简单了。要是还有意外，可能会坐牢啊！怎么，怕了？你们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是真的吗？既然是真的，那你们害怕什么？哼，你个小小的清洁工，以为靠撒泼耍赖就能蒙混过关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在我冤枉这儿行不通。我劝你立刻承认，否则执法队一来，可就变了。要么坐牢，要么裸奔，你自己选。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哎，当然有了，那就请韩队以及各位美女陪我们去旁边的酒店好好商量商量。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满口污言秽语，龌龊至极。我不打你打谁？反了，混账！反了！现在你就算脱了衣服求我都没有用，我马上通知执法队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用不着你来打，执法队的电话我来打。执法队的人马上就来了，是真是假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，还死鸭子嘴硬啊！我再重复一次，这件事要是惊动了执法队，就不是裸奔这么简单了，你得去坐牢！哎，大家都把他看好了啊，别让他跑了。待会儿执法队来了，我看他怎么哭。小林，别怕，执法队要是来了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先去交涉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女人伪造证件，扰乱竞标赛秩序，快把她抓起来！你好，我是剑神队队长，苏林是我的队员，伪造证件是我指使的，如果触犯了法律，责任我来负。凌云姐，别说话，上一边去，剑神队需要你，知道吗？可是小林，别说了，你是整个剑神队的希望。凌云姐不希望你就此陨落，她希望你能带着剑神队走得更远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好一个姐妹情深啊！连这种罪都敢忍的，你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了吗？我作证，这本证书是他们整个剑神队一起伪造的，谁也脱不了关系。最好把他们抓到一起去坐牢。
都给我闭嘴！王八，需要你来教吗？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更不会错抓一个好人。这件事我们需要调查。同志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们的证书都是红皮的，而他的却是金色的，这不明摆着作假都做不明白吗？等下，你说什么？金色的证书？金色的证书？对，就是金色的。这众所周知啊，剑道协会的证书都是红皮的，这娘们考了个金色的过来，简直是蠢到家了！给我闭嘴！那本证书在哪里？真是金色的。我没说错吧？连颜色都搞不清楚，还想造假？要我说，这娘们就是脑子不好使呢。闭嘴！懂个屁！这是剑道协会的最高级别 S 级证书。什么？什么？这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这我们剑道协会就只有红色证书啊，根本就没别的颜色呀！住口！你不知道，不代表没有。我在加入执法队之前，曾是1级剑道师，花荣会长是我的表哥。你觉得我能看错吗？这就算有别的颜色的证书，他从没证到有证，这只花了1天的时间，这根本就有问题啊！啊，1天？对，1天。你想想看，自从剑道协会分等级以来，目前最高纪录还是花荣会长创下的2个礼拜。可这个娘们1天拿证，可能吗？就是。队长，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，1天就拿证，这根本不现实。这样吧，我给花荣队长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不必了，我来了。会长好。真的是花会长，好帅呀！花会长，您来的正好啊！这个女人伪造证件，还强词夺理。伪造？这本证书是我亲自颁布的，何来伪造之说？什么？花会长，您会不会搞错了呀？他从没证到有证，这只花了1天时间啊！这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啊！你不相信不代表不存在。刚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会长，你不会偏袒这娘们吧？剑道协会的考试有多严格，我想必你们都清楚吧？每一个环节都有监控和多名权威的专家。如果你们不信，欢迎随时来打假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花会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料到他们会质疑这本证书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想到正好撞上了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正好现在花会长在，请你们履行你们之前的承诺。你给我跪下吃土，你跪下承认自己是狗东西。我们刚才就随口那么一说，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给我跪下！花会长，能请您帮我说句话吗？难道你真的要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下跪吗？王八，那可是剑道界的老人啊！做人诚信为本，如果连诚信都没有了，那我们剑道协会的人不都是卑鄙小人了吗？所以，请你现在立刻遵守你的承诺，不然的话，我将把你们永远逐出剑道。啊！不要！我跪！不是！袁大公子，到你了。行，今天我人在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今天对我的笑容，我会让你们死不复活。我是狗东西，我是狗东西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袁大公子正在做自我介绍呢。我是狗东西。你慢慢叫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我是狗东西。记住，叫100声，一切不能少。我是狗东西。我是狗东西。花会长，如梦不弃，我想请你去我们剑神队看看。我正有此言，苏小姐，请。我是狗东西。我是狗东西。哎，连玉姐，我怎么觉得他们2个还挺般配的？胡说，花会长是我的，等会儿我要把他打晕。今天晚上我要开荤了，走吧。我是狗东西，我是狗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啊！操！
罪过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今天才会遭受如此大辱，你该当何罪啊？人生息怒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就是没想到苏岭的娘们半路杀出来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院长。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今天我就饶你一死。你给我记住，我袁家和你交易的事情，你最好给我烂到肚子里。滚吧！谢元少开恩，谢元少开恩。爸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呀？人呐，想在这个世上立足，就得心狠手辣。他知道他事情太多了，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。爸教训的是，不过我现在特别担心那群娘们儿，尤其是叫苏宁的那个清洁工，剑术出神入化，我担心我们战神队难以应付。那个女人的出现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外。让我感到不安的是，我觉得她特别像一个人。你是说袁飞雪那个小贱人？没错，虽然他们二人容貌不一样，但他们两人的神态、性格，还有射箭时的一些细节，都像极了飞雪。你是说袁飞雪没有死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用的可是西域巨毒，那能毒死一头大象的，而且我是亲眼看着他进到火葬场。住口！已经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件事不用再提。要是当初你要是稍微争点气，有他一半的剑术，我也不至于对他下此狠手。我的这番苦心，你明白吗？我懂，袁飞雪就算是剑术再了得，她也就是个女儿身，迟早要嫁人的嘛。我们袁家的衣钵绝对不能落到一个女人手上。只可惜他和他妈一样，冥顽不灵，总是提什么规则和道义，不肯跟我一条心。否则我也不至于对他母女下此如此狠。等你什么时候悟出了第14剑，那天就是你的剑术大成之日，同时所有的谜底也将全部揭晓。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使命，那就留给苏玲去完成吧。前辈，前辈，14剑，14剑，14剑，到底什么是第14剑？我做不到。小林，你怎么了？这么晚还在练啊？林队长，我就是睡不着，过来看看。你脸色好像不太对劲啊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可能就是没有休息好。没几天就要总决赛了，我还挺紧张的。有时候想想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们一个3流的小队伍，居然能杀进决赛。队长，你这话可就说错了。咱们剑神队可一直都是超一流的强队。当年袁飞雪还在的时候，谁听到剑神队这3个字都哆嗦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算了，不提这些。小林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得如实回答我。好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原来那个苏玲，对吗？队长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开什么玩笑？我不是苏玲，还能是谁啊？不，你不是苏玲。虽然你什么都没变，但是你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在你身上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气息。什么气息？他回来了。谁？剑神袁飞雪。队
队长，太夸张了，我怎么能跟袁飞雪相提并论呢？我最多就是和他射术比较像而已。也许吧，但不管你是谁，始终都是我们剑神队的人。3天后的总决赛，我希望你能带领剑神队重回巅峰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队长，3天后不仅是剑神队重回巅峰的时候，也到了某些小人该清算的时候。我看看，还真是啊！这夕阳红队、蜀州第一温柔队，还有高质量猛男队，我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？好啦，能杀进8强的队伍啊，实力都不简单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。这次我们剑神队齐心协力，重回巅峰！重回巅峰，耶！林姐，你确定他们是来比赛的吗？我也有点迷糊了，这次的对手还真是特别哈。我总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夕阳红队了。好，听我的口令，靠近点儿，再向前点儿。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好，1、2、3，茄子。哇塞，没事了，好照给我，我要发个朋友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来一下，再来。哎，先别拍了，先过去跟对手打个招呼吧。哦，好，走，打招呼去。好的。你好，我们是夕阳红代表队的，我是队长老李，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同台切磋。哎，你很像我的孙女。爷爷您好，我们也很开心能和你们一起比赛。来，这个你们拿着。这是啊，待会你们输了，哭鼻子的时候擦眼泪用的。我们啊，可厉害着呢。下面我宣布本场的比赛规则。本轮比赛为以矛击盾，射穿墙体，命中后面的箭靶方可取胜。若是双方皆无法完成，将会进行加赛。每名参赛队员仅有1箭机会。下面我宣布比赛开始。首先出场的是夕阳红战队。老孙，你们2个人起上。好。完了。和这群老头老太太比中剑，就算赢了，脸上也不光彩。别想太多，他们能挺进8强，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。先看看再说。我宣布比赛开始。老婆，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神雕侠侣走火的厉害。老公，情意绵绵雨，干柴烈火箭，老当益壮，出击！中了！老李，跟你们上了。情比金坚，以翼双飞。出击！中了！没看出爷爷奶奶们这么猛，真是太令人惊讶了。只可惜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能张弓搭箭，射出这么高水准的箭法，实在是让人敬佩。爷爷奶奶，晚辈苏玲斗胆问一句，你们是不是就是传说中几十年前的神雕侠侣和鸳鸯双侠？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啦，现在没有什么大侠，只有4个身子骨快入土的老头老太太啦。4位前辈，晚辈凌云代表剑神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先别行礼，这赛场上只有输赢，没有岁数。你们赢了我们再说吧。你们这么说啊，就好像你们俩没赢我们似的。你们俩都说什么啦？人家小孩子好心好意跟我们打招呼，都几十年了，还这副德行。你们别往心里去啊，他们俩啊，从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几十年了没变过啊。两位爷爷说的没错，赛场上确实只论实力。现在轮到晚辈献丑了。李玉姐，我刚检查了墙体，这堵墙里面还掺杂了一些高强度的分子材料，想要射穿它还真没那么容易。看来当年的神雕侠侣和鸳鸯双侠果然不是白叫的，难以想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多强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先赢了比赛再说吧。小林，这样的比赛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？你们只管瞄准箭靶的位置放箭就行，
直接瞄准啊！可这堵墙怎么射过去啊？要不我们还是合力吧？就按小林说的办吧。他现在说能把天上的太阳射下来，我都相信。剑神队，你们可以开始了。姐妹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不会吧？就这么平射？女人就是女人，他们以为绣花了，这么坚硬的墙体，他们要是不讲究配合的话，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做到。哎，听我口令，我说放的时候，你们就放箭。明白。就这？我还以为多牛逼了，连墙皮都没射出来，搞笑！哎呀，哇，准备，放！剑神队3支箭上靶，剑神队胜！耶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这也太离谱了！他们怎么做的？肯定作弊了！我们申请抗议！说说你们的理由。为什么他们的墙体圆的跟豆腐渣似的？这分明就是作弊！就是啊！如果你们对墙体有怀疑的话，我们接受任何检查。走，我加墙体。奇了怪了，这墙没啥问题，为什么你们的箭跟穿豆腐一样轻松？那是因为墙体第一箭的时候就被震动了。丫头，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颤箭，是吧？让前辈见笑了。前辈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使用了颤箭。啊，颤箭，还真有这种箭法？颤箭是啥玩意儿？那是一种通过特殊的激发方式，让羽箭在飞行过程中高速旋转，命中目标之后，羽箭的后方会产生一种特殊频率的震颤，从而破坏目标的分子结构，让目标在短时间内松软数十倍。我靠，这他妈是比剑是修仙啊！哈哈哈！没想到小小的年纪能够练就如此的剑法，我这下见到后继有人了。多谢前辈夸奖，晚辈多有冒犯，侥幸略胜一筹，还请前辈们见谅。这赛场上只有输赢，没有什么冒犯，而且我们这个岁数了，胜负已经不重要啦。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射箭，我就是最幸福的。我去你的！你看我的媳妇干嘛？你看你的媳妇！你这个老色鬼啊！年轻的时候就对我闺蜜图谋不轨，你现在一把年纪还贼心不死，走，回去跟我跪擦板去！走。真好，他们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可以在一起射箭，这样的友谊和爱情真让人羡慕。或许这就是剑道的魅力吧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作连理枝，这样的爱情真让人羡慕。行了，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，都准备一下，下场比赛还有硬仗要打。听说我们的对手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一支女子射箭队。不是说我们是唯一一支女子射箭队吗？不知道，据说蜀州队刚开始是4个男的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集体住院了，然后就由他们的家属顶替了。这也行，不过也好，这样就不用跟那群普信男掺和在一起了。别掉以轻心，这支队伍可没那么好对付，弄不好一个不小心，我们就栽他们手上了。这是支怎么样的队伍呀？他们来了。哇，全是大长腿，不愧是温柔队呢。你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没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害怕？你怕什么呀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哇，4个美女，你们的裙子好短，腿好白，哥哥好喜欢，能跟你交个朋友吗？我也要，可干死你们了！丽，过来。哎呀，美女，有什么需要哥哥效劳的吗？道歉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凶嘛，美女，哥哥呀是真心喜欢你。老子数到3。美女，你发脾气的样子真可爱。2。哎呀，美女，你打算怎么惩罚我呀？只要你开心，皮鞭、蜡烛都行。3。那小子要完了！跟老子干！别打！这也太狠了吧！你以为呢？
蜀州暴龙这个称号，你会闹着玩的。可是你害怕什么呢？我去年结的婚，娶了一只暴龙。怎么样？感觉幸福吧？他还好，至少每个月初一十五不打我。给老子跪倒！动一下儿，好你龟儿祖坟！他们为什么比赛随身携带搓衣板啊？常规操作罢了，他没带铁钉板就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你们好，我们是蜀州第一温柔队，很高兴和你们同台竞技。哦，你们好，我们也很开心能和你们一起比赛。哎，别害怕，我们蜀州姑娘都是很温柔的。哎，一会儿比赛结束，一块打麻将。那我们先去准备了。他们好像也挺温柔的嘛。他们凶是凶，但是温柔也是真温柔，要看对谁吧。直来直往、爱憎分明的，也挺佩服他们的。你们也快点准备吧，他们的实力可一点不比他们的脾气差。看来这场比赛有看头了。本场的比赛为仙人指路。比赛开始后，幕布上的圆孔会随机亮起，每次亮起的时间为0.2秒。射手需要在亮起的时间内射入圆孔，记5分，反之则扣除1分。最终得分高者胜出。看来这届锦标赛规则难度比以前高多了，这样的比赛规则闻所未闻。这样的赛制，除了考验射手的精准度以外，对射手的反应力也是极大的挑战。0.2秒的时间，1分1毫的差池都不能出现。小林姐，这次又得靠你了。这种比赛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。根据抽签结果，本场比赛由蜀州暴龙队，说错了啊，由蜀州第一温柔队首先出场。加油！预备，开始！小心！哇，好快的反应速度！啊！别！今晚8口，7万9条，清一色上红，4个胡牌。好！我勒个去！逐渐8破纪录了！蜀州美女牛逼！哇，牛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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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号，看你开枪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献丑了。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一会儿比完了过来打麻将。这可是半决赛啊，他们怎么做的这么轻松的？妖精，他们只要有麻将就行了，别说是半决赛，就是天塌下来了，他们都能打2拳。看得我都手痒痒了。小林，这局怎么比啊？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小林姐，我的速度肯定没有蜀州那几位姐姐厉害，你可别指望我跟他们射出一样的成绩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走，该我们上场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我先射箭，你们按照我出箭的方向射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好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开始！哇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居然利用羽箭飞行产生的尾流，带动另外羽箭的飞行轨迹，这是赛场上才会罕见的技巧。居然剑道也可以！下来。我靠，满分，满分，牛逼坏了！牛逼啊！厉害，牛逼，牛逼！精彩绝伦的比赛，真是一场。哦，牛逼，真他妈牛逼！10分满分，我操！快跑！让你说话了吗？对不起，10分满分啊！
满分又怎么样？老子这把牌要是出不了，又跪到明年去。哎，啊！冠军！冠军！冠军！健身队冠军！冠军！谁干的？出来！行，别喊了，是我。我靠，小泡菜，谁他妈让你们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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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滚出去！周先生，这是大夏剑道锦标赛，请你们出去。他们是来比赛的，为什么要出去？袁公子，这里是大夏剑道锦标赛，他们没资格参赛。谁说他们没有资格的？他们现在是我们战神队的队员，参加比赛合情合理。可是他们是小菠菜呀！组委会没有规定不能请外援吧？难道你们大夏人害怕了吗？他们大夏国的人害怕是正常的。剑道本就源于我们泡菜国，大夏国的剑道其实就是从我们那里剽窃的。现在小偷见到了失主，当然害怕了。你放屁！我们大夏人玩剑的时候，你们泡菜国还在树上摘果子呢。偷了东西还不承认，你们大夏人真是无耻！啊！谁？狗日的小泡菜！老子数到3，立刻道歉！呀！你这种死女人，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！要是在泡菜国，你早就不知道死了100遍了。大夏国的女人就是没教养，不像我们泡菜国的女人，哪敢跟我们男人大声说话？龟儿子，去死吧！注意！大家注意，保护好自己！主持人，你们，你别和我说话啊！我不认识你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龟儿子！我错了！说，剑道是哪个国家的？这是你们大夏的。谁是小偷？我泡菜国是小偷，还尊不尊重女性了？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这还差？龟儿子！呸！大叫老子心直！走，继续打麻将。你说你们来大夏干什么不好？偏偏愿意去挑战暴龙队，我看你们真的是泡菜吃多了，把老子吃坏了吧？岂有此理！这里是擂台还是赛场啊？啊！你身为裁判，竟然眼睁睁的看着人公然行凶！哎，说啥子？我啥也没说呢。我说，他们活该挨打！愣着干嘛？怎么赶紧比赛呀？我宣布，大夏剑道锦标赛总决赛正式开始，由战神队对阵剑神队。姐妹们，沉住气，我们离冠军就差1步了。今日就是重振我剑神队巅峰之日，加油，加油！呀，还冠军呢！啊，你们恐怕还不知道你们的对手是谁吧？那可是泡菜国的总冠军！你们还有脸说呢？明明是我们大夏国人的竞标赛，你们还请4个泡菜国的外援，真是没骨气，狗汉奸！你，袁绍，不用和这种女人动嘴皮子，我们男人靠的是实力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剑道正宗。少废话，放马过来吧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如果都准备好了，我就要宣布比赛开始。等一下，又咋了？你们大夏的剑法太差，作为剑道发源地，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剑法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来解释吧。按照规则，我们战神队作为上一届的卫冕冠军呢，有权利制定决赛村的规则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规则，这没毛病吧？我们的规则很简单，双方队员各射1箭，目标箭靶上谁的箭最多，谁算赢。就这么简单？对付你们大夏国，如果用太难的方式，显得我们有点欺负人。大言不惭，有本事上最难的，谁怕谁？你还是先过了最简单这一关吧。林云姐，他们这明摆着瞧不起人嘛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千万别掉以轻心，他们泡菜国比赛向来手脚不干净，我看这次也不简单。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简单，先看看再说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强盗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种手脚不干净的毛贼。根据抽签结果显示，本轮比赛的先后顺序由战神队定夺。
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，等着吧，他一定会让我们先的。这一局我们先。我没听错吧？剑道有云，先者为后，谁先出手谁就失去了优势。所以，我们作为泡菜国，发挥我们的体育精神。所以这局我们先。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泡菜国还讲体育精神了？先看看再说。我宁可相信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也绝不相信这帮小泡菜会讲体育精神。战神队陈记4支羽箭上靶。下面有请剑神队出场。这么简单，我先来。小林，我总感觉不对劲，他们泡菜国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简单，先看看再说。莹莹，沉住气，千万别大意。放心吧，不就是羽箭上靶吗？我就不信了，他们这还能玩猫腻？重剑无锋，出击！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们大夏剑法，连最基本的羽箭上靶都做不到，也好意思说你们是剑道发源地，真是脸皮厚。莹莹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这一箭明明很认真的，可是不知道这怎么会改变轨迹呢？我知道了，是强磁，箭靶是用特殊强磁做的，所以在箭簇接近的时候，就会被巨大的磁力强行改变方向。裁判，我们抗议，他们作弊！裁判，我们之前并没有说我们的箭靶不是强磁，是他们自己射术不精，别好意思怪到我们箭靶上。2块箭靶都是强磁做的，我们也是，你们也是，有问题吗？实在抱歉，这的确不能判定为作弊。这场比赛你们输了。原来以你们大夏剑法这么轻松啊！你们输给我们泡菜国不丢人。除了剑道文化，你们大夏国的文化都来自于我们泡菜国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们就像儿子输给了爸爸，天经地义呀！大言不惭，我堂堂大夏，岂容你这种鸡鸣狗盗之辈污言秽语？你们龙虾人全身上下就是嘴最硬吧？你们这么厉害，还不是我们手下败将？谁说我们输了？我们还有3箭的机会。你有病吧？就算你们3箭全部上榜，比分也是3比4，有个屁用啊！娘们就是娘们，磨磨唧唧。是我们是没有赢的机会了，但我们大夏女人可以输了比赛，绝不能输了风骨。总比有些人口口声声男子汉，但却总比给外邦人做狗的贱骨头强1万倍。袁绍，不用跟这种女的一般见识。既然他们想比，那就让他们比喽，反正结局都一样。说的没错，他们想要继续丢人，那就成全他们。混蛋！这一箭我来射，我跟你一起。慢着，区几个小泡菜，还轮不着这么大费周章。这一轮我一个人就行。小林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我们宁可输掉比赛，也绝不能让人看笑话。放心吧，霍雨姐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小林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也总会创造奇迹，但现在大局已定，已经无法回天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赢得体面一些，所以还是大家一起吧。谁说我们一定会输呢？小泡菜，你们给我看好了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剑术正宗。你们大夏女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？结局都一样嘛，你还大言不惭的，我看你们是白痴剑道。你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？如果你们真的能赢，那我们就向全世界承认你们大夏才是剑道的发源国。但如果你们输了，就得向整个世界承认我们泡菜国才是剑道的发源国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吧，看见没？他心虚了，不敢答应，这就说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泡菜国的悠久历史，所以才故意不敢回答的。你之前不是还嘴硬吗？怎么心虚了？来，把手机都拿出来，把这一刻记录下来，对，发到网上去，让全世界看看我们泡菜国的剑道文化。小林姐，加油啊！不好，这套强磁的磁性太强了，我的青蓝13箭恐怕无法对抗如此强悍的磁力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愣着干嘛？赶紧出剑啊！是不是不敢啊？刚才不是还嘴挺硬吗？怎么心虚了？我看你们快点投降吧。小林看上去有些不太对劲啊。昨天晚上我也看见他有这种表情，
让人很担心啊。要不我们还是把小玲姐叫回来吧，她这样还挺吓人的。啊，裁判，他们一直不发现，难道我一直等下去吗？苏小姐，请注意时间，你还有半分钟。青鸾13剑，相思，贪心，青黄，游龙，鲲鹏。我知道什么是青鸾14剑了。你还射不射？赶紧投降吧！承认你们大夏的剑道是垃圾，就这么难吗？大夏剑道就是你祖宗青鸾14剑返璞归真。快，向他辞令，向他辞令啊！队长，我赢了！加神队，加神队，加神队！不错，你这一剑有我们泡菜国的几分皮毛。只不过我们剑法有4个，你们只有3个。按照规则出来，冠军属于我们！哦，是吗？小泡菜，你们输了，现在是5-5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加神队，加神队，加神队，冠军！这不可能，这天底下没有人能破得了这剑法上的磁力。裁判，他们一定是作弊了！哎，你闭嘴！我忍你很久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认为他们是作弊？我看你是谁喊捉谁，恬不知耻！要不是我答应我老婆不惹事，我今天非得我打死你们！欠你们有这样的实力，刚刚我跟你们打赌，你们为什么不肯接？小泡菜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剑道自古以来就发源于我们大夏文明。我们大夏人玩剑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宗还是个猴子呢。我之所以不和你们打赌，是因为剑道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赌。一群愚蠢且自大的小泡菜，成天把文化挂在嘴边，殊不知就是你们心虚的表现。人越缺什么，越努力证明什么，这点都不知道，还敢出来丢人现眼。我们的祖先当年让你们的祖先从猴子变成人类，要不是我们的祖先，你们怕不是还在树上摘桃子吃吧？你们永远记住，大夏人是你们的祖宗。你们4个赶紧滚回你们的泡菜国吧！我们剑神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们做到了！今晚我们一定好好庆祝一下，不醉不归。我同意，我一定要和小玲姐好好喝一杯。小玲姐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要出门吗？今晚我就不参加了，你们玩吧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小玲姐，你不来，这庆功宴还怎么开呀？小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大家呀？算是吧，不过是我自己的事情，需要我自己去解决。好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告诉我们一声。刀山火海，姐妹同心，刀山火海。凌云姐，小玲姐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跟上去看看比较好吧。不用，我大概已经猜到她想要做什么了。她既然回来了，有些事情是要解决比较好。她？凌云姐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她是谁？谁回来了？这个世界上啊，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搞清楚。我们只需要记住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剑神队。剑神队，剑神队，耶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不是说你们泡菜国天下第一吗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既然让我们战神队说给一群娘们儿，以后让我们人家怎么做人啊？你给我闭嘴！记住，我们不是你人家的仆人，没有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。放肆！在我的地盘上打我儿子，你们是不想离开了吗？给我跪下！袁家主，有花重金把我们请过来，就是如此待客的。哼，若是你们赢了比赛，莫说是打我儿子一巴掌，就是给我一巴掌，我也笑相迎。可是你们输了，你们就得付出代价。王八蛋，既然敢打我，我命令你立刻给我跪下！跪下是吗？你混账东西，给我放箭，射死他们！该跪下的应该是你们。参见总兵，剑气化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师父，泡菜国剑道总教剑王
朴不成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朴不成先生，你远道而来，闯我袁家，所谓何事？看来袁家主也是爽快之人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本座此次前来是想跟袁家主合作。怎么个合作法？袁家主，我请问你们袁家想不想一登大夏剑道之魁首？想，日思夜想。难不成朴主相来帮我们？闭嘴！我袁氏无功不受禄，见王先生如此慷慨，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吗？条件是有一个，我们想请袁家主帮助我们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众所周知，我们泡菜国有着无比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，同时也是剑道的发源地。但是你们大夏国近年大肆宣传，蒙蔽世人，让别人以为这些文化都是你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今日前来就是想跟袁家主合作，帮助你们登顶大夏国剑道之魁首，同时用你们的影响力告诉世人，剑道是我们泡菜国的。其实这也算不上条件，就用我们泡菜国的一个成语，这叫物归原主。不知袁家主意下如何？你们笑什么？我笑你们狂妄自大、愚蠢无知、厚颜无耻；笑你们狂妄自大、愚蠢无知、厚颜无耻，找死！袁家主，你知道你的这个态度会给你们袁家带来什么灾难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也许从今天起，海城就再也不会有我袁家了。很好，既然你知道，还敢跟我作对，我给你开的条件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拒绝的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嘛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承认我袁天雄是个卑鄙小人，为了名利，我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过。但有一条，剑道是我大夏的，要我出卖剑道，那是绝不可能。你少在那装好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的发妻，还有你的亲生女儿袁飞雪，都是被你害死的。你就不怕我把真相告诉大家吗？怕呀，我做梦都怕呀。但我宁可遭世人唾弃，宁可粉身碎骨，身败名裂。想要我出卖剑道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剑道是我们袁家的信仰，我们做的这些龌龊事，那都是我们的家事。要我们伤天害可以，但要我们出卖剑道，做梦去吧！呸！好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天我就送你们父子二人上路。谁？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是你，宗教，就是这个女人坏了我们的事儿。原来是你，我正准备解决完袁家的事，就去找你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对我呀？好，很好，我非常看好你的天赋。我想收你做我的关门弟子，然后让你加入我们泡菜国籍。以后我会把我的毕生所学全部倾囊相授。恭喜啊，苏小姐，我们总教可是从来不收女弟子的。等你加入我们泡菜国国籍，到时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到时候咱们一起弘扬泡菜剑道啊！我想送你们4个字。哦，哪4个字？厚颜无耻。死女人，连敬酒不吃吃罚酒！你们这群狂妄无知的小泡菜，内心卑鄙阴暗，坐井观天。就连你们的泡菜都是从我们大夏传过去的，你们自以为是，成为全世界的笑话，还有脸在这跟我说？你是个死女人，混蛋！怎么，我刚才说的话戳你心窝子了？这么容易就破防了？做贼心虚这4个字太适合你们了。好，现在就让你换尽穿心，我杀了你！小心，此人剑术了得。
不准！这是什么剑法？竟然会破了我几十年的修为！大夏剑法，小泡菜，你们输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夏的剑法竟然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姑奶奶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卑鄙无耻，剽窃了你们的文化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们今天才认识了真正的剑道正宗，你们大夏才是剑道正宗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！记住，剑道是一种精神，不是你们争名夺利的工具。滚回你们的弹丸小国，好好反省，再有下次，我绝不轻饶。多谢手下留情，多谢手下留情。我操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我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不用了，你先退下，我和苏小姐有话说。你明知道他们都伤不了我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妈。你都知道了。虽然你容貌变了，但我知道是你回来了。你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可以原谅你。不，我的错不可原谅，我只想我的死能让你心里好受些。上天让你回来，一定有使命等着你去完成。谢谢你，让我知道剑道不分男女。谢谢你。姐，我也知道是你，对不起。希望你们下辈子可以好好做人。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就让苏玲来完成吧。剑神姐姐，你可以教我射箭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花荣。